大家好，我是周弟。要出价购币，首先当然先要了解你要买的钱币的行情，对吧？行情大家自己去各大拍卖公司查找，钱币市场多去走走。因为行情随时都在变化嘛，同样的分数有不一样的价格，最终能凭借自己的经验给出一个价格，反而是怎么样理智出价才是关键的。当我参加一场拍卖会看预展或是浏览图片，我会选择多项的目标，哪怕是自己没兴趣收藏的，我都会设置一个心理价位。整场拍卖会的拍品都会被我估价估了一遍，写在一张纸上。我心里会将所有的拍品分出自己的收藏等级，在我挑选出来的钱币中给他们进行分类。第一类，不喜欢的钱币进行出价。打比方，所有拍品里我不想要的钱币也是会出价啦，而是出个狗屎价。记得价格一定要够狗屎啊，不然很容易不小心就买到，然后套牢。因为那些不想要的肯定是有一些缺陷嘛，买它们干嘛？除非有钱赚才买它们啊。2000 2100 Make it 2500比方市场估价是1000，我可能只会出个600，也就是所谓的生意货啦。正常来说是不可能买到的，不过就是在等那个意外发生了。大家都觉得品相太差，价格太低，也不可能买到，结果都没去出价，然后有人一出价就买到了。反正就是买个机会啦。过去这情况常常发生，拍卖师一落锤，所有人都傻眼。很多币商都是这么操作的。不过这一类拍品很吃眼力啊，真的被你买到这么低的价格啊，钱币假的成分也很大，搞不好是现场所有的专家都不看好。How do we know it's not a fake? It looks like a fake. 才这么低价成交，所以新手就略过吧。我们来看第二类拍品。第二类拍品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不到我的收藏标准。对我来说是一些有分的鉴定币，但是就是个标准分数，评分不高不低，这时我的出价也会相当的保守，而不至于狗屎价啦，可能就是行情1000我会出个700-800，因为反正他们都已经入盒了，不怕没人要嘛。第三类拍品是完全达到我的收藏标准，但是可能我已经有相同的品种了，属于能要来收藏，但是买不到也没关系啦。这时如果这个东西的行情1000元的话，我会出在900元。为什么900呢？因为还要加拍卖公司的买家佣金吧。当你要卖的时候啊，扣掉卖家佣金，要求不赔钱也不赚钱的价格就可以。相信我，还是会很难买到的啦。买到了怎么办呢？这类拍品很适合当自己钱币收藏里面的一个副品。你想想，当一波行情上涨，你没有副品可以卖，眼睁睁看得到的行情，但自己却不舍得卖你唯一的品种。我老婆常常说啊，你能卖掉变现再说啦，我又没办法反驳她，因为我没有副品卖，等于就不能卖。所以平时有机会在合理的行情范围内多买到一些钱币当副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哦。第四类拍品有可能低估可以重新送品加分的币，或是一枚裸币自己判断很有机会送品出分数的币。价格会怎么出呢？这类拍品当我看到时会相当的兴奋，因为得标率会很高，是用自己的眼光所挑出的优良币。但是这类优良币呢，又被本身的分数所局限住它的价值，或是很多人不敢出高价去买裸币，所以购得机会就会很大。比方一枚币62，我看有机会63，我可能会出在62的行情，再多一点点都不怕。一枚没分的币，我认为应该有分，我会出价在它目前盒子显示的状态下该有的行情上一点点。最终收入到我的收藏大部分会是第四类拍品，有的后来出好分就不卖了。第五类拍品已达到我要的收藏标准，而且还是我缺少的品种，这一般不会便宜的啦，除非自己眼光不好，不然应该也都是别人的口袋名单。比方在一场拍卖上看到10枚第五类的拍品，再将其分出自己最想要的排名，至于排名上呢，因人而异啦，完全是自己喜好程度。排名在第10名的钱币，我的出价会是我的估价多个1成2成吧，1成吧。排名越往前的钱币我的估价会越高，甚至比市场行情高一些。基本上这类已达到我的收藏标准的币已经没有所谓的行情价了。
只有合理和不合理的两种价位，通常在合理范围都不用太害怕。总之呢，越喜欢的币估价上就越高，就是那种有机会能够买到的价位。好的东西要配上合理的价位放在身边才会爽啊。大家可以发现以上的分类里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几乎都会出价，只是出价的力度会有所调整。过去我们在拍卖会结束后，就会与同好相约一起吃饭，谈论钱币，就会有一部分的人感叹着哎呀，我想买的都买不到，不想买的买一堆啊。就是出价力度的问题，没有这么想要的钱币力道过猛，想要的币反而出价保守了。与各大大佬在拍卖竞争的情况下，成交的价格呢，肯定是市场最高的。当超过市场行情太多时啊，往往心里确实会慌啊，会没把握到底自己出的价会不会太高而放弃。这个就关系到您拍卖预展后做的功课有没有扎实。到了拍卖当天啊，不能放感情的，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该放弃就放弃，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就看缘分吧。还有一种是一开始挑出10枚有兴趣的币，结果9枚都不去试，最终打算全部冲刺最贵最喜欢的那一枚，这又会导致一个结果，用很贵的价格买到喜欢的币，也就是市场称的天价啦，或是也遇到势在必得的另一位买家，结果最终要不是没有买到，就是天价。到头来才发现另外其他9枚想要的成交价都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所以集中火力在我看是比较不理智的。如果遇到另一个也是势在必得，那就亏大了。不过集中火力这方法呢，对于资金无压力或是纯收藏的收藏家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再来就是对于纯投资的角度就不用我教了，出价就是一路保守，哪怕与自己的估价多一口都不会考虑了，以赚钱为优先考量。那如果是投资加收藏的收藏家呢，就可以像我一样，一边买到可以赚钱的币，也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收藏级别的币。以投资加收藏的角度，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出价的力度取决于喜欢的程度，依照自己的财力资金分配，可能10枚内买到1枚就收工也很好。每个喜欢的都去出价试试看，有时购币也是一种缘分没拍到的也不用太灰心因为估价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估价又要牵扯到会看品相和状态，总之是环环相扣啦。很简单的练习就是每一次拍卖的前后都测验一下自己的估价能力。以我的方式是拍卖前将我认为可能落锤的价格范围写下来，拍卖结束后，拍卖当天直播的当下，我就会一边看成交的价格与我的估价对比，比方比我的估价成交的高我就会注意看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什么版别没有标示出来，或是状态哪部分特别好，如果都不是，我就会判断是不合理的价格，参考性质就比较低。像这样的方式多练习几场慢慢就能准确的预估价格行情。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这样，下次见，拜拜。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咯，感谢大家多多利用。